大家好，我是心怡，很高兴能有机会和大家分享我学习面食的心得。这个系列的第一个视频是冷水面团，你是否记得它的特点？第二个视频是当沸水遇到面粉的百搭面团，你还记得它的形成原理吗？用烫面做出来的面食是什么特点呢？如果你都记得 That's great， 不记得的话，那就再看一下前面的2个视频。面点大师可能会告诉你，凭手感和眼力就能操作，但作为系统学习，那就需要几个小工具：小秤和温度计。我还喜欢硅胶做的量水杯。工具齐备，那就来看看冷和热水之间的温水面团吧。说起温水和面，有经验的人会告诉你，用2/3的冷水和1/3的开水来和面。那看了前面的2个视频，你现在就知道是为什么了吧？我们家的冷水是77华氏，正好是25摄氏度，取2/3，另外1/3用沸水。混合的水温是118华氏，正好是50摄氏度。就这样，用50摄氏度上下的温水来和面，运用的最广泛的就是各式各样的饼。那如何来学会让我们能够灵活地掌握水温和水量，做出各种口感和类型的饼呢？这里我把水温分成偏低和偏高2种，水量分成60%左右的软面和70%左右的稀面。那我就来和4个面团来体会体会。每个面团我都用300克中筋面粉，通常一个人的饭量是2两，也就是100克，300克就是3个人的量。第一个，我来和温度偏高的软面团。温度偏高的温水面团更接近烫面的特质，松软，水量大约60%来和成软面。大多数的北方葱油饼就是用这样的面团来做的。加2克盐搅匀，65度偏烫的温水180克。和面的方法更接近烫面，一边注水一边快速搅拌，热气散尽之后揉成团。成团后加5克油，可以方便揉面。做饼的面团都偏软，又加了油，所以用揣的方法把它揉成团。因为这里趋向热水面团，所以取其松软，不需要揉太久，揉匀就好。盖上盖，醒面半小时。半小时后，面团变得饱满，就可以开始做北方葱油饼了。面团很软，很容易就擀开了。擀薄到3毫米左右，再撒上1克盐，所以300克面粉总共加了3克盐。轻轻地把盐擀平，再刷上1层油，除了底部，其他3边要尽量避开油，这样的话方便制作。再撒上葱花。制作的方法个人不同，目的都是为了分出层次来。有些人喜欢卷成一个大大的饼，那也有人喜欢把它切成单人份。不论如何，都要把口分好。我个人喜欢摊一个大大的饼，做完之后再切小，这样的话吃口更软和。热锅点1丁点油，中火偏小，盖盖焖，大约3分钟。然后翻面，再盖上盖焖。刷少许油，再翻面。这时候把火候稍稍调高，变成中火。
再次翻面时再刷一点油。接下来看似很潦草，却是很重要的一步，就是去折腾这个饼。你可以转转它，你可以去压打它，翻它，折腾它。如果不怕烫，最好是站起来抖抖它。破了相的它，外脆里软，层次分明才好吃。小号葱油饼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烙。葱油饼是要这样，做完以后这样给它抖一抖。如果手怕烫的话，可以用2个铲子一起给它这样夹一夹，然后先这样抖，抖了它就都这样松开了，然后一层层分开了。然后如果觉得还不松的话呢，可以这样翻一翻。现在来做第2个饼，用温度偏低的温水来和面。水温偏低就更接近冷水面团的特质，有筋性。我想北方人用来包鸡蛋、包酱菜比较有嚼劲的饼，就是用这样的面团。加2克盐，用180克45摄氏度左右的低温水来和面。为了省力，成团之后松弛15分钟。这个面团更接近冷水面团，记得吗？要蹂躏它。顺便说一下揉面。揉面可以分单手揉、双手揉，可以在案板上揉，也可以在手上揉。单手揉的时候是用拇指的掌根处往前推搓，同时其余的4个手指是拢在这个面团上面，然后一起往前推。这个时候再把手拢起，面团就在手心里转动。如果是右手揉就是顺时针转，左手揉就是逆时针转。如果你细细体会，几乎能感受到台面或者案板对面团的反作用力。当然，如果你不喜欢筋性太强，那就少揉一会儿。揉完面以后是醒面，因为水温偏低，所以醒面的时间可以长一些。醒面1个小时，甚至于可以隔天晚上揉好面，放在冰箱里醒面1个晚上。家常饼的制作和葱油饼非常类似，擀成大约2毫米厚的薄片，再加上盐。家常饼通常不放葱，但是为了增加香味，我就用葱根熬了葱油。把油抹匀，然后卷起来。卷饼的方法非常多，也是为了增加层次感。在哪一本书上看到有这样的如意卷法，我就试了一下。卷的时候非常好看，但是在擀的时候简直就是七歪八斜。同时家常饼因为需要擀得非常薄，我才发现我的面剂子下得太大了。这是我第一次按照书本来做家常饼，非常好玩，但是也犯了2个错误。那下一次300克面粉我就会分成6个剂子。卷面团的最后一步不卷成如意形，而是从一头一直卷到底，这样的话就一定会更好了。烙饼的时候用中小火开盖烙，成型后两面刷一些油，只需1-2分钟就烙好了。烙好之后一张一张叠起来，保持软软的，再加2张蛋饼卷在中间。It's soft，味道很好呀。我可以做的再薄一点。北方人用这种家常饼来卷菜吃。I'm going to finish this。
第3张饼我就要把水量增加到70%。想到稀薄的面团，我就想到了上海的鸭肚葱油饼，一块又薄又稀的面团包了一大包葱，好像北方的馅饼一样。和这样的稀面其实挺辛苦的，最好用一个搅面机。在我的冷水面团里制作春卷皮的方法就是用的搅面机，这里呢我就用手来和。上海葱油饼的口感是酥松的，所以我用水温偏高的温水来和面，300克面粉配210克温水。有一个窍门就是这样，先放水，再加盐，最后加面粉，而且面粉要分3-4次逐步加入，这样搅出来的面团比较均匀，而且在前期也不会太累。随着面粉的增加，面团会越来越重，尽量搅匀就好了。面团很稀，所以搅拌之后直接加20克油，然后用这样揣的方法把面揉成团。很快面团就成型了，盖上盖醒面1个小时或者更久。海派葱油饼是有油酥的，油我用的是菜籽油，把它烧热但不要冒烟。面粉和油的比例大约是2:3，加少许盐。台面上铺少许油。上海的葱油饼是面少葱多，所以300克面粉可以分成6个到8个面剂子。从小便看到做葱油饼的人是这样拍的，一直不知道为什么，自己做了便明白了，因为你根本就赶不开。面皮拍开之后，立刻抹上油酥。这个时候店里面还会加一块猪油在里面，那就是你自己的选择。抓上一大把葱。这个时候我也理解了为什么做葱油饼是要快而且有节奏，因为面团会回缩。海派的葱油饼是葱越多越好吃，但是包葱的水平是要练习的。北方人烙葱油饼，一半靠的是油煎，一半靠的是盖了盖的蒸汽，而上海葱油饼是靠大量的油来煎，最后放入高温的烤箱来逼出油分。海派葱油饼比较厚，所以要用中小火来煎。做好的饼不用擀，直接放在油锅里煎。成型后翻个面，再用铁板来压。不得不说，压的时候很有满足感。翻面直至两面金黄，这个时候你的烤箱已经预热到最高的温度了。海派的葱油饼呢，它是先煎再烤，煎的时候油比较多，但是烤的时候会把油给逼出来，就是这样的。就把这个煎的就是温度就是匀称一点，这个煎呢，这个是要煎到金黄色，是脆脆的，这个就可以了。另外一个我再煎一煎，我再放。然后把这个也最后一个放进去，放在烤箱里，每面烤2分钟。就这样，又酥又脆的海派葱油饼就做好了。终于到了最后一个面团，量多但是水温偏低的温水来和面团。和面的方法和前面海派葱油饼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，但它却能做出完全不一样的面食。抻面就是用这样的面团来做的，水温偏低，水量又大，所以延展性特别好。也有人用这样的面团来做搅面馅饼。这个视频已经很长，那我就下一次和大家分享吧。
总结一下，用5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来调制的面团是一个百搭的温水面团。温水使得面粉中的蛋白质在形成筋性的时候得到了一定的限制，而淀粉的吸水量大于冷水面团而小于热水面团，所以温水面团的性质处于冷水面团和热水面团之间。水温偏低的与冷水面相似，要经过反复的揉揣，利用其筋性。水温偏高的与沸水面接近，特别适合做饼。记得揉面的时候要让内部的热气散尽。水量较少的时候，一个是比较容易揉，而且可以用烙饼的方式，一半油一半蒸汽，口感比较清爽。水量比较大的时候，一方面要加油，第二个要用揣的方式来揉面。这种方式做出来的饼更适合用油来煎，得其脆。水和面团的理论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和我一样有所收获，通过实践灵活掌握，做出自己和家人最喜欢的面食。学无止境，以后的视频再慢慢加入其他的成分，做出更丰富的面食。谢谢大家。